你男朋友在跟我们诉苦说，觉得你现在管他管得太严了。他还跟你们说告状啊？其实怎么说呢，他之前有事情要骗着我，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呢。既然他背着我跟你们说，还告我的状，我都还没说他的事呢。一方觉得另一方管自己太严了，另一方也是满怀委屈，说你骗我太久了。真相究竟如何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邹30岁，来自广东，自由职业；女嘉宾小何28岁，同样来自广东，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采访是在车里进行的，当时他打电话来问你，你说你正在工作，是你的职业是司机？我是专车司机。有时候我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经常打电话给我，就问我在干嘛，我就已经跟他说我在工作了，他也不相信。然后更离谱，我打电话给你只是关心你啊。那你更离谱的是叫我在工作的时候拍张照片给他。那我正在开车，怎样拍照片？还有把我的手机那个 ID 号他也上了，我所有的短信啊、电话号码他也知道。那我觉得我这样很没有隐私啊。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欺骗过我啊。然后那时候是有个兄弟找他，明天要不要一起去网吧打游戏？当时候我在嘛，他就回答说不去。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不接我电话。后来下班回来，他那个手机有个定位。我就查一下他今天去哪里了啊，然后那个定位就显示他去了一间网吧，我就确定他肯定今天去了网吧打游戏。那我就去玩个游戏啊，怎么了？你不跟我说就是你不对，但你为什么前一天跟你朋友说不去呢？当着里面当然要这样说了，我跟你说我去，你还不生气？那你不就是骗我吗？他经常骗你吗？玩游戏啊那些会，但是如果其他的事暂时还没有。就是你现在发现他骗你，主要是你不让他玩是吧？对。那玩游戏是我自己的那个兴趣而已啊，因为我平常我又不出去喝酒，那我工作这么累了，我只是玩个游戏而已，他也要管我现在。但是你有节制吗？他打游戏打得疯狂状态是怎么样？下班回来很累了嘛，已经。他除了吃饭啊、洗澡、睡觉之外，他就是对着电脑打游戏，一打到凌晨都不睡。然后平时休息那天是由早上打到晚上，休息会好吗？而且你第二天还要工作。我开车的时候我自己够精神了，我就可以玩一下嘛。那你们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这样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问过他了，我喜欢打游戏，你能不能接受？他说可以啊，我可以接受你啊。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打游戏打得这么疯狂嘛，我也是关心他嘛，他就是觉得我管得他太多，所以你不让他打，对，然后他就撒谎出去打，对，又经常被你抓包，是不是？对，那这样侦查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安全。他都怎么侦查过你？我没听说他怎么侦查，不就打个电话吗？我有分普通的查，还有深入的查啊。普通的查是怎么查？我平时查呢，只是看一下微信里面的消费记录，然后还有短信啊、电话等等这类的。如果觉得有一天觉得不对劲了，然后我就深入查，就是上他的 ID 啊，或者看定位，又或者叫他照那个照片给我。照片里面车头啊会有那个香水，还有那个公里表，我就会记着那个公里表是去到哪里。你是拿脑子记吗？对。那你这公里每天都得更新啊？大概我会记得。你每天都上他的车吗？对啊，那还不是把我当成犯人一样去监管？你想太多了好不好？然后有时候也会看一下香水，香水用到哪里的分量，我会记得住吗？你们家香水上是带刻度的吗？没有。那怎么能记住它？大概去到哪里会记得吗？如果他提前照好的话，那个去到哪里的分量是不一样。那个公里数也不一样，或者加油那里也不一样，所以我就会这样查他咯。你这叫深入查是吧？对。那你会做那种讯问工作吗？以前有想过，但是我怕辛苦。你怕辛苦？对。你现在这样也挺辛苦的。还好。他说谎你能看出来吗？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他有其他的特征嘛。不是你这从哪儿学的这一套啊？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看那些电影是侦查的或警察之类的，看的也比较多。经过我的经验。曲老师你来一下。来。你好。他有点紧张。他有点紧张。我觉得他太厉害了。他看出了我的紧张。还有呢？接着说。
啊？以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他怕跟我对眼啊，而且呢，他肯定在想，幸亏没有找到我这种女生做老婆啊，是吧？还有呢，还会读心术啊，还有呢，应该觉得这个女生不错，但是管得太严了，应该啊。这话翻译出来就还有点好色是吧？有吗？有啊，男生好色是正常的啊？怎么样？很厉害啊！啊，首先看出我紧张，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像你这么看我。没有，这个只是礼貌，看着你嘛，你不看我就是没礼貌嘛。我出于礼貌看着你嘛。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哈，确实有那种压迫感，真的很大压力，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么大压力啦，你们想的太多了。哎，你别谦虚，的确是有，很有压力。啊，但是你没有做亏心事，你怎么怕呢？哎，这话说的有道理，所以怕就这个更可怕。对你，所以你紧张什么呀？你也没做亏心事，你上来紧张什么呀？这舞台你还紧张吗？我为什么紧张？因为他看我的目的不是说欣赏我。其实有时候看着你呢，可以套出你的话来。其实这一些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啊！我感觉就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就代表你跟女人讲科学，对，我是个人感觉啊。就越紧张，就肯定你身上有出问题啊，肯定。反正我没有问题，被你看的，我觉得我都有问题。谢谢曲总，请回啊。好，别紧张了啊，姑娘，问个问题啊。我也好这一口啊。你好色？不是，讯问啊。好。如果说这也叫好色的话，我们俩是同道中人。你不是也喜欢讯问吗？男生通常都好色。现在女生不也好色吗？还好。好吧，认识他之前谈过恋爱吗？谈过。关系好吗？刚开始好，后来就不太好。原因呢？差不多吧。也是你这么去管男方？对，但是我之前那个是比较严重，他不是打游戏哦，他是打麻将啊。我规定他一个月打多少次，他真的给我打这么多次，打少一次就说，哎，我还有一次没有打，还有2次还没有打，就是一说好像上班那样，我规定你多少就多少，这样我就觉得非常累，所以最终就导致大家分手了。哦，既然那个管得那么累，这个干嘛还那么累的管呀？你们男生不管的话，做出对不起我的事，那怎么办？那时候都迟了。你所有的认定都是有罪认定，有人这么害过你吗？有啊，就是前一任啊。哦，他怎么你了？不就打个麻将吗？我听来听去。哦，打麻将有骗过无数次，然后喝酒也有啊，然后对不起我也有。所以你觉得要看紧一点是吧？对，而且男生是个好色动物嘛，肯定要看紧一点啊。你不要老是男生是个好色动物。确实是。女生不好色吗？就算好色，我们只是观察看嘛。对呀。男生不会吗？我们也是观察看嘛。不一定。那他打游戏，你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说伤害了他的身体，还是说他忽略或者忽视了你？这些都有，因为他除了打游戏浪费时间之外哈。他还要在这个游戏上面花钱花很多。他说我花钱买游戏里面的装备啊那一些，但是他自己买了一整衣柜的衣服，一整鞋柜的鞋子，我也没见他穿多少。我买这么多，我不就是穿给你看吗？我穿的好看，你也有面子啊。你全部你365天，你天天不同款的可以，也穿不完，但是你就是不穿这么多，女生都是就穿来穿去就是1-2件。我听明白了。那你他买了那么多衣服给你看，你非要看游戏，他当然难受了，是吧？就是我觉得我穿衣服穿的好看也是给他面子嘛，然后带出去也好看嘛。然后你买那些什么装备啊、皮肤啊，给谁看啊？又不是自己穿。因为你们女生不懂男生的乐趣。那你每一个男生都喜欢玩游戏的啊。是啊，但是你没节制就是不行。那你平常的生活其实完全都被他占据了，对吧？他不在的时候，你得琢磨他去哪儿了。当然不是了，我是为了他啊。他平常哪有被我自己占据啊？他每个月起码有4-5天出去喝酒，每次都喝醉。他把我管得这么严的话，他自己也不管自己。有意思啊。
没有喝醉这么夸张啦，是怎么说？我在外面，你知道，在外面跟朋友玩，你肯定玩得开心嘛。有时候那些朋友就说你喝不喝？怎么说？你不喝不给面子嘛，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候也跟你解释啦，我不是喝醉了。然后我很奇怪，我在外面喝酒的话，我在朋友面前，你们是看不出我喝醉的啊。然后我回到家，然后人放轻松了嘛，放轻松就自然就头晕。然后会醉，然后会吐，这样。那你一个月能醉几回呢？没有天天醉啦，基本上每次去都醉。更离谱的有一次，他还不回家了。哦，那天我从凌晨1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说那时候回家了，然后我一直等到凌晨2点钟，他还没有回来，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他了，一直打到去7点钟，早上7点钟，他一直都不接电话。然后10点钟的时候回家以后，我问他你去了哪里啊？他说我跟朋友喝酒了，喝醉了，在朋友家里睡觉。然后我那时候就没有特别去求证。我问问啊，我愿意问这个。我不是说我们俩有同好吗？酒喝多了？还好那天。去朋友家之前喝多还是没喝多？去到那里才喝多。到朋友家的时候几点？已经好像都凌晨了。已经凌晨了。为什么凌晨还不回家，还要去朋友家？因为还没走啊，那些其他朋友都没走。我们是一大班人去那里的。好。第二个问题很简单，不是挺关心他打游戏的事儿吗？对不对？对啊。他游戏打多了会伤身体，对吧？凌晨了，为什么不给他打一电话说你还在打游戏吗？那时候没空。干嘛呢？在玩啊。玩什么呢？没空理他打不打游戏啊。没空理他打不打游戏。他就是对自己。你不是说这个不会喝多吗？喝多朋友是看不出来的吗？那怎么就一夜没回家呢？那天晚上确实喝多了。喝的有多多呀？哇，一个朋友喝了几箱啤酒了。就喝多了，什么表情啊，什么反应啊？吐咯，睡觉咯。吐了？吐哪儿了？在我朋友家。你朋友家哪儿啊？厕所。喝多了还能找厕所吐？在旁边嘛。你自己喝了多少瓶啤酒啊？我也不知道。你以后就得这么问，你知道吗？去之前在哪儿喝的呀？不敢这样问。去之前在哪儿喝的呀？你好像老躲闪我的眼光哦。没有。你还想跟他在一起？他不改就不想。你还想跟他在一起？他把我困得这么死，他如果继续这样去压迫我的话，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了。你讨厌他打游戏？对啊，不是，还有最重要是骗我。你讨厌他喝酒？对，基本听明白了。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以下我说的话代表所有的男人，当面对你的那种眼光的时候，连我一个外人我都会觉得紧张，而且我会有压迫感。他一定是有，而且你的潜意识说，你接下来你说的所有的话我都会不信，而且我还会抓很多的细节的，你的微表情，你的细节的一些照片呀、香水啊，甚至于公里数啊，来佐证你就不值得让人相信。你觉得这是面对爱人的一种表现吗？你如果换作是那个位置，他用这种眼光来审视你，你会开心吗？男人都好色，但是因为好色就一定会做坏事吗？不一定啊。有人不想做坏事，但是偏偏有个女人推着自己男人去做坏事，这个女人是谁？就是你啊。虽然长得很漂亮，穿得很靓丽，但是你的眼神一点也不好看，眼神没有柔情，没有爱意，满满的是不信任。这些呢，其实反映到你内心又是你的极度缺乏安全感，你怕控制不住这个男人，你怕他经不起外界的诱惑，但是真正防范外界的唯一的方法是你把他吸引到你身边来，在你的身边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有尊严，并且互相信任。可你这些都不给他，你这不是逼着他的心往外跑吗？这个男孩有问题，可能太痴迷于游戏，但只有当一个喜欢游戏的男人发现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比游戏更有吸引力，那会儿他一定会慢慢的去把游戏的时间挪出来放在你身上。所以你种种的作为都跟你的愿望是相悖的，这么做下去肯定会离开的。
你看你站的这个姿势，你的这个手势，就是典型的带有很强防御性的，造成您今天心里的这个状态啊，可能就是安全感的问题。你的安全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天生，有一部分是来自后天，就是您的上一次的感情经历。你所有的不安，你所有对他的调查，其实都是你自己内心感觉到的不安。你的这种不安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你从来没有反思，是不是我因为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是不是因为我上一次的感情经历的失败而造成我对现在这位先生的不信任？你没有反思，而且上来的时候，我是觉得你的攻击力非常强，任何男人对于你的交流，你都带有抵触、怀疑、审视，但是藏在您这么坚强的这种防御体制的背后，我感觉你其实是挺喜欢他，但是你找不到如何喜欢他的方法。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特别严格的限制他的自由，只要告诉他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种自由的方式，但是我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时间，能取到一个折合，一个中间，我觉得他其实很开心，会享受你对他的这种管制。生活当中像你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这种女人好像有一种生活目的，她谈恋爱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天下乌鸦一般黑。即便是有一只白乌鸦，你也会证明它有点黑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问这种女人，那你干嘛谈恋爱？你别谈呢，天下乌鸦都是黑的。这个时候他们会特别激动而惋惜地说，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只白乌鸦。你这不自相矛盾吗？所以其实你要制止你的没有安全感，你首先要证明一个问题，这天下没有全白的乌鸦，也没有全黑的乌鸦，多半是白中带点黑，黑中又带点白。但是你眼里只有别人的黑，却没有别人的白，那岂不是白乌鸦也要给你整成黑乌鸦？所以你首先脑海当中你要认清楚，无论是你又或者是他，都不是全白的。你不是全白的，他也不是全黑的，他有他的好，但你只看见了他的坏。你以为你是全白的，其实你也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都不全好，也都不全坏，没有完美，你心里就会安全了。有的时候人性经不住考验，你无法去证明一个人是极致的好，又或者是极致的坏。一个医学专家想要从自己众多的学生当中挑出一位来继承自己的衣钵，但是他要考验一下他，看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的，这一心思就是想搞钻研，是不是会被一些所谓的功名利禄所诱惑。于是他让他的助理去扮演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以高薪来聘请他的学生。还好他的助理特别聪明，他的助理说，没有真正好的人，也没有绝对坏的人，我们不要去考验他。最后他的教授听从了他助手的建议，没有去考验。事隔20年之后，继承了他衣钵的这个学生听闻了他当年助理的这个所谓考验的故事，说还好没有考验我，如果一旦考验我，我一定上当。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正在病床上，我的弟弟和妹妹正要上学读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人，也没有什么绝对坏的人。一颗种子是否能够开花结果，除了种子的好坏之外，还有土壤的好坏，而你就是那个土壤，它就是那个种子。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它的黑变成它的白，那是你的本领。如果你把它的白变成它的黑，那就是你自己的罪恶。同样，他对待你也是一样。对生活充满点希望吧，多想想别人的好，你也会活得轻松一些。就这样。谢谢。越是亲密关系，在我看来越需要尊重。好好考虑一下，剩下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很宝贵，只有60秒。想好跟对方说什么，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答应你，我以后多一点时间陪你，尽量把我玩游戏的时间去缩短。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真的给我一点空间，不要经常事事都去监察我，我是真的爱你的。我考虑吧。
我也希望你能改，多一点时间在我身上，不要经常就看着游戏，什么都是游戏。那就亮灯吧，说的能做到吗？可以。想想老师说的安全感哦。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我们看到了一对争执中的情侣，焦点其实很简单，有人说是缺少安全感，有人说是缺乏尊重，还有人说这段感情出了问题，大概有很多种说法。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请开门。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拥有这一辈子去爱你。你是怎么想明白的呀？我自己也不对吧？人呢，尤其是女人呢，别活得那么累，你知道吗？你这么累多容易老啊！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慢一点，把戒指给那个叔叔。来，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你嫁给我吧，我会爱你一辈子的。虽然我知道我自己经常打游戏很不对，但是我愿意为你去改变，把玩游戏的时间全部缩短，把我全部的时间都用来陪你。希望你嫁给我。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们。谢谢。成功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游的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来。开始。停。恭喜你们获得了500元的旅游基金，祝福你们啊！谢谢。好，请回，请回，请回。